这里不是观光区，是昆明人的私房大食堂，50元台币就能吃到现宰黄牛肉面，祖传3代的黄焖鸡耳块，不止物价便宜到哭，还有热情的摊贩请吃草莓，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与烟火气。想知道云南最接地气的美食滋味，跟着我们一起开吃吧！上次小夫妻，七头小夫妻，我是云流，我是雪伦。今天来到在地的东华农贸市集，要带大家吃云南的特色小吃。这个市场已经离昆明老街有一段距离了，所以我相信这边的价格一定会非常的便宜，占地非常的大，你可以好好的逛。我们就事不宜迟，我们就准备开吃啦。早上我跟薛仁都非常习惯先来一杯啤酒，不是啤酒，是一杯双奶。我们点的是奶皮子双奶，大家看它质地。好好吃哦！上面有奶皮子的醇厚，吃起来是咕噜感；下面是滑顺入口的酸奶，它是源自于内蒙古，是一个新创跟传统的结合。除了酸奶之外，这边也有鲜奶，1000cc 15块人民币。巡店牧场的牛奶，新鲜牛奶做成的。在台湾，我们吃过非常多优格，这种口感很少见。早上为什么我第一餐一定会吃优格的原因，我跟你讲，这不是业配，只是单纯分享一下我的保健心得。因为早上空腹的时候，肠胃吸收的效率是最好的，所以我会尽量吃优格来促进肠胃蠕动。打个比方，你等一下想要吃一个很不健康的蛋糕好了，在你胃还是空的状态，你先用优格垫你的胃，之后再吃你想吃的东西，肠胃会吸收比较少不健康的东西，这样子对你的身体会比较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要停车吗？你是本地人吗？对。那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吗？牛羊肉牛羊都吃。这两天暖和一点嘛。这个从哪边过来？台湾。那好远嘛，坐飞机过来。对，我们从上海搭飞机过来。工作了吗？读大学。工作了。那个很养人了，那边你看两个都很年轻嘛。这两天可以吃牛羊肉。好啊，谢谢。我们会来这间吃，是因为我们经过的时候看到很多人一大早就在街边吃起牛肉面，而且它这边的黄牛肉是现切现宰的，旁边有一整只的黄牛在那边。土黄牛肉代表是新鲜的牛肉，这一碗各位观众在台湾也非常爱吃牛肉面，半斤半肉。我上礼拜还没来昆明之前，一碗是180块台币，这一碗猜猜看多少钱？11块人民币，折台币约50块台币，非常的大碗。我刚才看了一下分量一个成年男人一定是吃得饱的。好，我们先来喝它的汤头。哇，它的汤头纯净清甜，淡淡一点香气，因为我们点的是不辣，但是味道其实还是够的，还不错哦。好，我们来吃它的面，这次点的是刀削面。我刚才看它师傅现做现擀，直接拉了一个长长的面条的一个形状，刀削也是现场切，然后丢进去。刀削的口感真的是我想象中完美的刀削口感，有嚼劲，切的块状其实还蛮大条，所以它在入口下去的时候，那口感是有的。好，来吃它牛肉。不过要特别讲，它的牛肉块真的比较少，目测大概7到8块的这么小的牛肉块。虽然说它的肉有点少，不过你要想想看，它才48块台币而已耶。牛肉的甜味有，可惜卤的时间不够久，所以它没有入口即化的那种软嫩感。以这样的价格，坐在昆明的街边吃才能接地气。非常多的人来这边吃饭当早点，来昆明吃这一碗蛮值得的。这来找到美女，这是苦荞，苦荞无糖有糖，因为爸爸要好吃一些，苦荞的要苦一些。我要无糖的，无糖的，很苦吗？无糖的要苦一些，好吃是玉米爸爸新鲜玉米做的，这个是特别好吃。这个才1块钱，这个也才2块钱，你可以一样拿一个尝一下。好，那一个，这个一个，全天然的这种苦的跟药物的那种苦的不一样。这是不是只有你们这边才有啊？对，元贵川都有。苦荞饼吃起来什么感觉？他刚刚说很苦，但我第一口下去没有感受到苦，过了几秒，我嘴巴真的开始变苦了。不过这个味道我是喜欢的，闻起来有点麦的香甜，虽然尾韵带点苦，无糖的吃起来总是比较健康。
你看我那天折耳根，我也能接受；苦荞饭他们说苦，我也能接受。云南这边的美食我都能征服。另外一个就是姐姐很推荐我吃玉米粑粑，她说这个是纯玉米制作的，哇，看起来很像蛋糕哎，松松软软的，是不是有点像鸡蛋糕口感？有点像现蒸蛋糕哦，有一股特殊的香味，是鸡蛋糕没有的。好像是玉米的甜味。对，这个的甜度比鸡蛋糕还要低，但是有玉米自然的香甜味道，蛮好吃的。我们现在看到啊，前面是私藏的纯酿酒，他呢拿着勺子将他自己的容器那边装。这里有一区是卖新鲜海产的，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欢吃大闸蟹，这边都能直接现场买大闸蟹，而且价格比台湾便宜非常的多。刚刚去问这边的老板说，你们这边能现场代客料理，直接现煮大闸蟹吗？他就告诉我，其实在外面过去那边有一间餐厅，它是可以代客料理的，等于是你直接在现场这边挑选完你喜欢的大闸蟹之后，到前面的餐厅直接现煮。因为像我们是旅客，比较不方便，没有办法把大闸蟹带回去饭店煮，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买大闸蟹现煮现吃。请问楼下买的可以拿上来你们这边请你们料理吗？可以。那你们是怎么收代客料理的费用？我们这边是加工费是按4斤收，比如扇贝、生蚝这些就按只数，如果虾、甚至黄、清蒸的鱼这些就按4斤收费。那大闸蟹的话，这些也是按只数，一只是多少？加工费如果做花园的话是4块钱一只，做包房5块钱一只。这个是海鲜街。那右边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水果批发的地方，卖非常多的水果，带大家来逛逛。拿到2个小草莓哦，好可爱哦，好热情哦，直接给我2个草莓试吃。这边草莓真的非常便宜，大概15块人民币。那因为它有分很多品种啊，你可以问老板说它每一个品种的甜度、酸度怎么样，那老板大部分都会回复你。蜜蜂认证的水果，好吃到蜜蜂都来吃了。关渡粑粑是地名吗？对，关渡是他们当地的地名。光这饼皮就好香哦。关渡粑粑，这个是他们老昆明的小吃，是不是也是老面啊？因为有个发酵的香味，好大一颗哦，这比我的手跟我的脸还要大了。我们点胡麻口味，上面的料好多哟，你看。它这边口味非常多，那其中最推荐的就是胡麻哦，这个我蛮惊艳，是在台湾我没有吃到的味道。它胡麻加了一点茶香，好特别，而且用料好扎实。频频点头哎，好好吃哦！我没有想到一个小甜点可以做到这么有层次，我小看它了，对不起，昆明人。这个3块钱人民币，它的店都还有标明不做隔夜的，都是今天现擀现做的，好好吃，这真的太惊艳了。姐姐，请问关渡粑粑买回去可以放几天？可以摆1个星期，要放冰箱吗？保鲜也可以啊，就放在冰箱里面保鲜，到吃的时候来晚上你再用。哦，好好吃哦，想买一些回去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现在接近中午时分，人还是非常的多。哇，这边还有烟火气，非常的热闹，很接地气耶。看得出来这边的居民呢，都会专程来这边购买。你要什么味道的？奶白酒吗？姐姐有推荐哪个口味的？玫瑰花那个比较好卖一些。你要长一点吗？对的，我们的玫瑰花是直接放在里面一起酿制而成的，不是说加一点点玫瑰糖的那种的。我们一起1个就好，谢谢姐姐。我再给您看一下其他味道，桂花也是发在里面一起酿的。姐姐，我想要酒香味重一点的话是哪一个？酒香味重的是这个，酒味比较重是原味嘛，对不对？原味的老味道这个叫。好，那我要一个原味的。你要喝奶白酒是吧？对，奶白酒原味的。正好只有100有的对。今天卖了好多这个味道，加上本地鲜奶。来水香爱粉呢？老味道有加了什么特殊的东西，跟原味不一样？没加特殊的东西，但它酿制的方法是土法酿制，它的酒药是纯植物的酒药，这种是酒曲酿出来的，这个是酒药，真正的老酒药酿出来，有酒的醇香味，吃到嘴里面你就感觉到特别的一种醇香的那种味道，不是这种清甜的味道。酒曲它是可以氧化的，酿出来以后，但是这个酒药它不会氧化，你看我撒上去，它酿出来它还是这个颜色。
不会说融化在你的米酒里面。懂，它就是固体的，还在这边成型的。颗粒的一颗一颗的，酿的时间有比较久吗？比较久，它要这个3倍时间，3天3夜这个叫9天9夜。哦，你看你弄出来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米粒都化掉了，你看。我看得出来了。来吃这勺嘛，谢谢姐姐下。嘴里面特别化的，很舒服的感觉。入口即化，酒香味好浓，对这好吃酒香味很浓，这真的很好吃。这真的它对得起它哇甜白酒的那个甜有了，软糯有了，软糯香甜。不知道原来奶白酒还有分这么细，我们是台湾的我们台湾来拿了旅游，对对对。而谢谢姐姐也是第一次吃到这个特别的荣誉，因为我们前几天也有在另外一个市场喝钻心啊，对对对对，它只有这个味道。说你要喝玫瑰花，它是给你加玫瑰花这种加一勺进去，它是这样弄的。因为我们家是祖传3代了，我们那边的水是叫马头井一口井水，就是你喝它的生水，它是甘甜的，就不是说拿这种自来水那样的。了解，水特别的好，难怪出来更好喝。谢谢姐姐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。好，谢谢你哦，好，好，拜拜。各位，烤罗非鱼台币将近68块，一整只不是只有一片哦。我翻开来给大家看，下面还是满满的肉。你不要觉得它很便宜就没有好货，错了。它调味超入味的咸香够味，而且肉质非常的鲜嫩。我刚刚偷看，老板围兜兜上面有写重庆，所以我猜这个调味应该是重庆的调味。确实是因为昆明人他们吃东西讲求鲜，重食材的本质，喜酸辣调味。哇，真的是重庆的调味。那刚刚说微辣，对我来说有点辣。尾劲带一点麻，对，重庆 style。这个好适合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家里不想开火，带一条回去帮家里省事。你知道我跟薛仁在泰国吃过哦，在泰国烤一条罗非鱼的确是100-200块左右，逢年过节每个人一条，圆满的团年菜啊。这家虽然生意蛮好的，一直有附近的居民来这边买，而且看老板一直在翻鱼，你看到台面上有多少只鱼在待烤就知道了。我们现在来到沈包谷，点了玉米的制品，我点了2样，一个是玉米汁，一个是玉米馍馍。哦，烫烫的，这外表真的弄得长形的，真的就很像玉米的样子。你给老公吃一口，不会过甜，软硬适中。这款我倒觉得普普通通。它里面的内馅真的很像馒头的口感，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一点偏干，所以要搭配玉米汁。玉米汁是零添加、零防腐剂。哇，觉得有点夸张的是，我刚刚拿到竟然是温热，有点像在啃整只玉米的感觉。你自己试看看。玉米是现做现卖。是不是觉得很奇妙？你是不是回到婴儿时代在喝牛奶的感觉？好好喝哦！不是大家想象中玉米浓汤的味道，有点像玉米牛奶，打的有点浓稠。说真的，有点像小 baby 的副食品。我第一次喝到这样子的玉米汁，有点像是你把玉米浓汤变成随身版，也适合给小朋友喝看看。不过它没有玉米浓汤的甜腻，非常的清爽。我们目前来找事啊，挑店的逻辑都是，如果有在地人来排队，应该品质都不差。刚才沈包谷，你看刚吃完而已，就非常多人在排队。这个是没有进味精的。好，谢谢姐姐。有没有卫生纸？我吐一下骨头。这个是莲肉带骨才好吃。是因为天然草本植物，就是你们祖传的秘方。对，3代人，它是记载在我们家里的一本族谱里面。包括饵块也是3代人了。那饵块它是怎么来的？饵块是大米蒸熟了，原来没有机器的时候是用手擀，对，现在就用机器压，机器来打，对，这叫打饵块。我给你烧一个，请你吃一个。哦，不用，你们就凉了拿回去也能吃，它又是另外一种口味。我家这种味道在云南省都很难吃到，不要说昆明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做不出来这个味道，你自己调出来的味道。对，大哥，这个是哪一个口味？您的招牌？这个给你做一个3拼3拼的黄焖鸡卤肉3拼。姐姐，谢谢大哥，拜拜。拜。老板娘非常热情的介绍了他们家引以为傲的黄焖鸡，里面有10几种大理传承下来的调料跟技艺，而且老板娘有说每个人调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，因为它比例的拿捏、温度都因人而异。我先来吃一口。
我觉得它的酱非常突出，鲜香的鸡肉差强人意啊，比较柴了一点点。不过它的酱汁内馅的比例搭配，我觉得刚刚好，有一些碎花生、豆芽。可惜是它的饵块，毕竟不是现擀现做，口感就稍微偏硬一点点，但整体上还可以。我觉得它这间厉害的是有黄焖鸡包饵块，只有这家有。味道上你能吃得出来，它的调酱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包含在里面，感觉到它是蛮多层次的。好啊，好啊，谢谢，是这边的五花肉。是的，你可以尝尝我们这边的特色吧，比较是。你是台湾来的吗？哦，对，我们是台湾，有来过台湾吗？对，没有，还是学生。有机会可以来。我之前暑假有去重庆，也碰到一个台湾的小女生，聊天特别出格。谢谢你。可以尝尝，这个是一个傣味烤五花汤。好贵哦！每次来这边我都要吃这个。是在附近买的吗？是的，很像广式的那个脆皮烧肉啊，好好吃。有一点像，你也可以尝尝这个。这个是一个拌的凉，可能有点辣哦，可能会辣。我们刚才有去吃这个烤鱼，这烤鱼好好吃，很便宜。你们是大学生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刚好今天有带一个小东西给你们。很开心遇到你们，这是台湾很有名的，你们吃看看，它叫做小泡芙，我帮你打开。对，也谢谢你们请我们吃东西。我听他们这边人说，这个你们也有类似的，但是台湾的比较焦、比较脆一点，你们尝尝看。之前陆客可以来到台湾旅游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带这个对手，这第一名那个，对，你们慢慢吃，吃完饭当那个甜点这样子，不会。那我们继续去逛，好，你们忙，谢谢，拜拜。姐姐，我好奇为什么你会觉得原味我们通常吃不来，是因为味道太浓烈，还是？对，我们觉得奶香味，你们觉得奶腥味，要趁热吃，冷了不好吃了。第一次终于来云南吃到烤乳扇了。烤乳扇是这边非常有名的特色小吃。如果你很怕奶味、起司味，会建议你可以搭配其他的酱。你像我一样很喜欢吃牛奶起司的话，其实吃原味就 OK 了。我第一次吃到烤乳扇的时候，我原本以为像蛋饼皮一样的软嫩，但是不是哦，它的口感比我想象中更有嚼劲，不是一咬就烂，你可以咀嚼好几下，慢慢去体会乳酪散发出来的香味。这个起司味、乳酪味蛮香浓的。我这次点的是玫瑰酱，味道更柔和。第一次吃到这个口感，有点像是可以吞下去的口香糖，就是越嚼越香。小姐姐推荐哪个口味好吃啊？都好吃，都好吃。那你喜欢哪一个？鲜肉吧。鲜肉，好，一个鲜肉，谢谢。哦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破酥包的剖面是长这样子，一层一层的。怎么有点像是千层酥的馒头版？对，跟吃馒头的感觉不一样，因为馒头吃起来是扎实紧实的口感，可能因为它的制作的方式不一样，它是不是用折叠的方式上去，才会变成一层一层、一片一片的。破酥包它顾名思义就是酥松易碎，吃下去的时候，我反而觉得很容易咀嚼。如果说是老人家的话，也许比较适合吃破酥包，很容易融化在你的口中。它不用用牙口要很大力去咬哦。在老街的时候看到他们把破酥包一层一层扒开，很像花开的样子，所以它是真的可以一层一层的把破酥包这样撕开来。这颗鲜肉破酥包台币7块钱，不过肉的部分比较少一点，看起来是猪肉的白肉。我们今天好像逛了3个小时，但你会推荐吗？这边腹地都很大，很多店可以逛，但很可惜的，有一些真的是生鲜的东西，我没有办法带回去，我真的觉得超可惜。占地的规划，我觉得摊商跟摊商之间还蛮宽的，而且上面有天棚。如果今天遇到下雨跟大太阳，是一个很好的室内景点。有规划公共厕所区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来这边逛，突然想上厕所的话怎么办？有人脸辨识吗？扫描提供卫生纸，又有扫描。对，但在这边就是要扫码啦。那你觉得这边东西符合你的胃口吗？其实都还蛮厉害的。当然，昆明的特色小吃这边几乎都一定吃得到，有些店真的还蛮厉害的，比如说我们喝的奶白酒以及玉米汁。此外，像是烧饵块的黄焖鸡，这个是在这个市场才有的，而且那个老板娘非常
热情，这种在地的市集更符合我们夫妻心之所向。观光客少了很多的关系，所以店家都有时间可以跟你好好聊一下他们的祖传秘方是怎么做的。我们这趟来真的是学到了很多，但是他们有时候讲方言的时候，我真的会听不懂。他就会说：“哎，那我是不是跟你讲普通话也比较听得懂？”那你觉得这边物价贵吗？我们刚才吃了一个黄焖鸡的烧鹅块，我后来事后想想才35块台币，哇塞！我心有戚戚焉。我上个礼拜才在台湾新北吃了一个馒头夹蛋，各位观众就40块了。刚刚那个有夹肉，有夹菜，又这么大一份的饵块，才35块左右哎，好便宜哦。那你觉得这边环境如何？其实环境还不错，没有我想象中传统市场很臭的味道，地上都是很干净的。因为我前面就是大家可以看，前面就是卖鸡的摊贩，没有臭味，这个通风系统弄得很好。没错，因为其实它这边是有点半户外，只是搭了一个棚子，让你不会晒到太阳，不会淋到雨，非常的通风。再加上它的路宽是非常的宽，你在逛的时候非常的舒适。我们两个真的很喜欢逛在地人的早市，很欢迎昆明人啊，或是其他县市的人，如果你有不错的早市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夫妻。喜欢这支影片就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们是创世小夫妻，下集见。